离开菲律宾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月30号到访新加坡，这是布林肯上任以来首次访新。在此前2天举行的美日美菲2+2会谈当中，美国高调宣布了一系列升级同盟关系的举措，并强调延伸威慑的重要性。那么，这释放哪些危险信号？拜登政府毕业旅行接近尾声，那么此行成效如何呢？当地时间30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来到新加坡，展开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期间，他会见了该国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国务资政李显龙，还与外交部长维文等新加坡官员共同主持第2轮美国新加坡关键和新兴技术对话会。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也以连线方式一同主持活动。美国这边呢，他实际上，比如说跟欧盟、跟日韩沟通，他认为是更加的畅通的，但是在跟东南亚国家进行沟通的时候，它更多的还是需要搭建这种桥梁，去传达它的意思。所以新加坡不仅仅是中国跟东南亚地区的桥梁，同时也是美国跟东南亚地区沟通的桥梁。因为新加坡的这种开放性以及有对本土亚洲的这种了解情况，是更好的去衔接的。31号，布林肯与维文会面后，双方共同签署了俗称123协定的民用核能合作协定。维文表示，新美关系持续强劲，该协定的签订将促进2国的核信息技术分享交流。报道称，对于新加坡而言，为实现最迟在2050年达到净零排放的目标，该国必须推动能源转型。长远来看，不受天气约束也不排放二氧化碳的核能将成为理想的低碳替代能源。根据2国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123协定将为2国加强长期和平和合作建立完善框架，以双方核不扩散承诺为基础。但声明也强调，新加坡还没有决定是否在本地使用核能。在此之前，需先仔细研究其安全可靠性以及相关成本和对环境可持续性的影响。深圳卫视注意到，在此之前，去年11月，菲律宾也与美国签署了这项协定，当时被视为2国能源战略合作的一大里程碑。截至目前，美国已与24个合作伙伴签署123协定，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越南，以及由27个欧洲国家组成的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等。新加坡是此次布林肯亚洲行的倒数第2站。此前2天，布林肯和美国防长奥斯汀访问日本和菲律宾，高调宣布了一系列升级同盟关系的举措。29号举行的美菲外长防长2+2会议后，奥斯汀宣布，为加强美菲同盟关系，美方将向菲律宾拨款5亿美元，用于该国海军装备以及对美军驻扎的菲律宾军事基地进行建设和改善。菲律宾外长马纳罗则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应询表示，美在菲部署中岛是为了增强菲自身防御能力，而非任何进攻目的，不会导致军备竞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3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菲方允许美方部署中岛是配合域外势力助长地区紧张对立，挑动地缘对抗和军备竞赛的倒行逆施。本地区需要和平与繁荣，不需要中岛和对抗。我们敦促有关国家正视地区各国的呼声，尽早纠正错误的做法，按此前公开承诺，尽快撤走中岛系统，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今年4月，美国首次在菲律宾吕宋岛部署了提风陆基中岛系统，用以参与美菲肩并肩年度联合军演。在中方强烈反对声中，菲律宾武装部队发言人近日称，美军正在将有关设备自菲撤出。按计划，目前在菲部署的提风系统将于9月甚至更早运走。近年来，美方在军控领域毁约退群，严重冲击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还把盟友伙伴绑上战车。28号在东京举行的美日外长防长2+2会议发表联合声明称，对中国持续快速扩展核武库表示担忧。双方同时召开延伸威慑首次部长会议，向国际社会彰显双方共享美国核保护伞的重要性。美防长奥斯汀还强调，延伸威慑是美日同盟的核心。日本媒体称，延伸威慑这个术语通常被用来描述美国承诺使用其核力量阻止第三方对盟国的攻击。在日本，这是一个敏感话题。作为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袭击的国家，日本一直宣称在推动核武器不扩散。
针对美日发表延伸威慑联合声明，中方反应强烈。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长期以核爆受害国自居，宣扬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实际上却享受美国的核保护伞，强化延伸威慑，谋求所谓的核遏之力。日方有必要就其言行不一给全世界一个交代。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30号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横地晃，指责日本在美日外长防长2+2会议、延伸威慑部长会、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会期间发表涉华消极言论，并就此和会议文件中的诸多谬论、危险动向、虚假叙事提出严正交涉，表达严重关切和强烈不满。刘劲松称，日本对中国的抹黑攻击同推进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表态自相矛盾，敦促日本树立客观理性对华认知，停止就中国内政事务说三道四，停止伙同某些国家搞小圈子制造对抗。布林肯此行亚洲之行已接近尾声，根据美国国务院此前公布，他接下来的最后一站将到访蒙古。这次自27号起为期10天，涵盖6国的行程，是他任内的第18次亚洲行，也是迄今为止最长的出访之旅。观察认为，这次布林肯到访的6个国家来看，可以说是精心挑选，各有侧重。老挝是今年东盟的轮值主席国，也是这次东盟外长会的东道主，传统上同美国的关系比较疏远，可以说是美国在东南亚的短板国家。而日本、菲律宾是美国在东亚的重要盟友，越南、新加坡、蒙古则是具有关键战略支点价值的地区中小国家，在美国的印太战略布局中受到高度重视。分析指，夯实政府印太战略成果是民主党政府赋予布林肯的重要政治任务。随着拜登宣布退出大选，民主党急需为可能得到提名的参选人副总统哈里斯积累政绩与政治声望。这场被外界解读为拜登政府毕业旅行的出访，也是希望对外表明拜登政府继续推进所谓印太战略的政治意愿。